嗨，我是老板。我们常常听到男生说啊，现在的女生哪里弱势啊，每个眼光都很高而且态度都很高傲，想追都还追不到，爱理不理的，有够难追。女生真的有这样吗？还是男生自己的误解啊？或者是女生有什么原因才这样的？今天来讨论一下吧。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我列出3个男生很爱挂在嘴边讲的点，无论你是男生女生，都一起来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哦。1，现在女生越来越难追了，都很高傲，眼光又高，而且不婚不生的女生也越来越多，感觉他们也没差的样子。有这样子吗？我觉得是现在男生很多人都不愿意慢慢去认识女生因为我遇过很多男生是那种什么追你1个礼拜要去告白啊，第1次出去约会，然后第2次就告白，觉得女生今天跟你出去不是喜欢你就告白了，然后就要赶快在一起了。对啊，然后如果你还要考虑什么，他就说很高傲，然后就不追了，就不要了。我就觉得我都跟你不熟，我怎么敢跟你在一起？你的意思是你没有花时间想要慢慢来，可能要出去多次一点，然后才会在一起嘛？然后你怎么那么快速就告白了？那我就还没喜欢你啊，那我拒绝你，你又说很高傲，然后他就消失了。好像没有什么耐心但是你也没有不喜欢他，你只是还在辨识对他的感觉。然后他就觉得没机会了，然后再见。到底在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我的话，我会觉得是价值观像我会很看感觉，就是见到这个人，感觉如果不错，可以继续相处。那如果听到他的一些言论啊，可能如果很不成熟，你可能就已经不喜欢了嘛。对，我本来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听到他的言论，不想跟这个人继续，连认识都不行，就好感都没啦。对啊，就是连相处都不想相处，也不会让他觉得就是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如果男生追不到女生，然后就说女生很高傲，这个预设立场有点怪怪的。为什么叫做不喜欢你就是高傲？是什么意思？追不到就追不到啊！你就不是我的菜啊，怎么了？黑妹，为什么我不喜欢你是我很高傲？你怎么不会觉得是你们没有缘分呢？对啊，我就不喜欢你啊！难道我不能不喜欢你吗？所以觉得女生追不到就是很高傲的男生，他的价值观有点问题，因为他就是觉得我喜欢你，你还不要，你不识抬举，你谁啊？对啊，你为什么高高在上的觉得女生一定要接受你的钦点？你是有皇位要继承？对啊，又不是皇上，皇上啊你！女生也要注意，如果有男生讲出类似这样的价值观，要小心哦。那你就再去追别人就好，你不用这样批评女生啊，总会有人喜欢你嘛。那如果都没有人喜欢你，你是不是也要想想看，有没有可能你自己怎么了？有哦。好，建议你看一下这2集，我会喜欢这样的男生如何宅男变海王。第2是网络交友啊、联谊啊、婚友社啊，女生都对男生很不友善。这个男生说，这种场子永远都是男多女少啊，然后男生就要一直献殷勤，女生就负责在那边抬着架子爱理不理的，或者是明明就上来交友网站交友了，然后密他又不回，回了又超级冷漠，到底应该是因为长相吧？长相人家就不想理他了。对，如果现实交友的话，你可能被一个男生的声音啊、气质，或者是他讲话很好笑，你就可以跟他聊起来。可是交友软体，你就是看他的长相，我就不会想。看照片我就不要了，所以我就不回你。然后他又觉得说你为什么都不回我？高傲什么？因为看到你照片觉得你不行。这能说吗？还有一种我觉得是男生目的来势汹汹的感觉，你知道吗？一直要约炮的感觉啊，就感觉他超缺，他很想要赶快交到女朋友，太渴望了。他哪些状态让你觉得太缺？就是他不会分享自己的事情，他只会在乎说你喜欢哪一种，你为什么单身？没有要好好聊天。173的男生你可以吗？一直在 match 需求面，但没有要先认识你、了解你，然后就一直你喜欢怎样的男生啊？有车还没有要买房，这样可以吗？就会觉得你干嘛？你一直在配什么对这样子？我还有遇过那种会模拟说，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的话，我想说我跟你都还没见，我怎么可以在一起？还在网络聊天而已，没见过面就在聊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在一起啊？什么什么什么？进展推太快了啦！那你这种态度很容易把女生吓跑。有一种你到底急什么啦？对啊，赶火车啊！对啊，就太急了啦。那个照片好好挑。对，我觉得网络交友会爱理不理，真的有可能是一开始看照片就已经不喜欢。对。然后联谊也是，有时候看到人的外形或讲话的姿态，你就觉得这不是我的菜这样子。那冷漠对你或有距离感的对你，我觉得也很正常啊。不然呢？难道我要不喜欢你，然后还热情以待？这样很奇怪，这也不合理啊。本来大家就是挑自己喜欢的嘛，你就赶快换目标吧。你一直针对女生，然后来骂女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也常常收到很多男粉丝的私讯，都会说我真心想认识魏老板，真心交友没有骗的，可以出来喝个咖啡做个朋友嘛？我就没有回他，这样2、3次，后面就开始三字经啊、臭三八、拽屁啊，你是谁啊什么？那我说那就还好，我也没有回你。有病，对，就是人家不回你，你就转三字经。对啊，为什么女生不能不理你啊？他谁啊？对啊，为什么男生会有一种就是我可以追你，但你不能不理我？这个逻辑是有问题。他们才高傲，谁都可以不理谁。对，高傲的是谁？对啊，理谁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超没品的啦，所以拜托不要当一个没品的男生。然后我也想要补充一点啊，很多男生会说现在女生哪里弱势啊，每个眼光都高的要死。
我觉得弱势跟眼光高没有什么关系耶。所谓弱势，女生在争取的是说啊，在职场上面可能争抢同工不同酬啊，或者是受到歧视啊，或者是在职场上面受到性骚扰啊，要潜规则啊等等，不是这种什么不给你追就变成高傲强势。我觉得如果你的眼界只关心女生给不给你追，我完全不理解女生所谓的弱势是在争取被社会更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你知道这两个是完全不同高度的议题耶，然后他只 focus 在不给我追，你看哪里弱势了。所以你这个完全知识水平不在一个阶级上，所以我觉得不给你追也蛮正常的。第三，这也是男生很爱讲，我听了也是心肠一把火，大家听听看。女生就是很慕强啦，什么都要挑好的啊，普通的男生你们都看不上，现实到不行啊，哪来那么多有钱人给你嫁啦？每次听到这样说的男生，我觉得条件都没有很好，条件自己都不怎么样，然后又要叫别人不要慕强，对不对？然后就说你们的女生眼光太高，现实功利。我都没有听过很优秀的男生讲这种话。哦，对，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挑优秀的男生有什么不对？为自己打算有什么不对？他难道会挑普通的女生吗？对，他自己也不会挑普通的女生，对嘛？对吧？对，我很讨厌男生说女生自己很慕强，怎样怎样怪谁。我自己觉得无论男女都很慕强，这是人类的天性哦。我们本来就是比较羡慕强者的，比较崇拜强者的。不然呢，我们的各种运动比赛、竞技比赛，我们是选强的还是弱的？强。任何比赛，就算艺文比赛，都是选强的啊。我们难道有奥运是在选那个游最慢、跑最慢的？没有嘛。所以慕强是人类的天性，不是女性的天性。好，那人类的天性就是这样，只要你哪一个领域强，你就会受到比较多的崇拜，然后也拥有高知名度，受人敬仰。所以不要再说女生慕强，那慕强本身没有问题，为什么你要把它变成一个贬义词呢？不要去批评女生说啊，慕强就是很现实啊，很功利什么的。男生不现实吗？你有得挑的情况下，你不会挑比较漂亮的吗？那漂亮不是一种强吗？对啊，漂亮就是外貌上的强大，所以你选漂亮的就是一种慕强。那好，如果一样漂亮的情况下，你不是选比较有钱或家世背景比较好，有可能帮到你的吗？对啊，对吧？也是吧？啊，这样有没有慕强？有啊，所以不要这边给我男女双标，大家都慕强，慕强没有错。我以前都会觉得就是慕强就是很不好，就是好像对啊，好像女生不能挑啊，我只能被动被选择。对，好像就是你挑就是你现实嘛。对，我挑说我就是现实自私嘛。对，我这个女生就是很现实。但是刚刚那一句人类天性是慕强，这本来就慕强就是解开了这个迷思啊，就本来谁不慕强？你能挑好的，谁要挑弱的？替自己挑更好的伴侣哪里有问题啊？对啊，为自己打算哪里有错啊？谁不想挑好的？对啊，你自己也是有在挑好的啊。然后人家挑不上你，你就骂人家，所以问题在这个嘛。不被挑的人就骂人家，为什么要这么挑？那你自己没在挑吗？对啊，对，所以要打破这个逻辑。女生不要被你们女生就慕强，或者说你们自私，你就好像自己不可以这样，这样就怎么样？所以要挑不好的吗？宁缺毋滥。对啊，宁缺毋滥。最后我举一下自己的例子啊，我22岁的时候创业，然后大学还没毕业就拥有一家营收破亿的公司了。我25岁结婚，然后对方是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也没有什么钱的。那对方的家境跟知识水平跟我家的落差也蛮大的，这样。那我婚前是都没有考量自己的利益，也没有签什么婚前协议啊、财产分制啊，因为我从小到大学的就是女生不要太计较啦，女生就是要善良啦，要温柔啦，不要那么功利跟现实啦。然后婚前如果去计算那些利益，就是好像很自私啊、很现实什么的。结果结婚之后，什么财产都是共有的，或者是放在对方名下，想说都是一起的嘛，没关系啊。最后撕破脸的时候，我就被净身出户啦。那我觉得，如果现在的女生不再追求善良、温柔，不要计较，会认真的考量自己的未来，守护自己的权益，不再避谈钱跟利益，我觉得是时代的进步哦。我觉得女生现在会计较这些是进步的思想，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打压女生说，哎呦，你不要这样，你这样很现实，你就是应该要这样，你就是应该要替自己计较啊，不然惨的是你啊。所以不要再让别人来跟你说你不应该计较了，无论男生女生，你都可以计较，你都有替自己选择的权利。然后婚前把钱、财产、利益分工都给谈清楚，然后谈得拢再结婚，谈不拢就不要结婚。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如果人家选择更好的对象是没有错的，如果人家不理你，你也不用批评人家、谩骂人家，一个巴掌拍不响嘛。人家不喜欢你就算啦，你就去找喜欢你的人啊。那如果都没有人喜欢你，你就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如果讲到择偶，我推荐以前不错的影片，怎样的对象适合结婚，怎么列择偶的条件，避坑这些对象，还有你们的合拍指数，这4集都可以回顾一下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